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希望你能再留下来，这是给你的酬劳。你把我当成是什么人呐？你上次冒犯我，我已经不跟你计较，你这一次竟然拿钱来收买我，你太不尊重人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欣赏你不被命运打倒，积极乐观的态度，是值得我尊敬的长辈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一次又在做出令我失望的事。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你这么做，是不是想找一个替代品？替代品？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让你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人，那个人是你太太吧？你怎么可以把我当成是你太太的替代品呢？你这样是在羞辱我，也在羞辱你太太，羞辱你自己。你听我说，我说的重要的人不是我太太，是我女儿。女儿？你很像她，个性也跟她一样倔强，但是也跟她一样聪明。原来你一直把我当成是你女儿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她了。我们分开之后，我找过她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不过，就算我找到她，她应该也不想见到我，因为是我对不起她，把她抛下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。刚才是我太冒昧了。你别难过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你女儿的。那你说，我女儿会原谅我吗？血浓于水，相信我，如果你再见到她，真心的向她道歉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Miss Bay，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留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留下来。我只要有时间，我就过来看你。真的？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Hello？ 啊，我是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哦，sorry，我会好好跟他说的，请再给他多一次机会。对不起啊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大学打电话过来说小飞翘课好几天了，而且他第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也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他的奖学金可能会被没收啊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他不接我的电话？每天早上看他出门，还以为他去学校，他到底去了哪里啊？难道他翘课去卖电子烟了？上一次他差一点被警察抓到，提心吊胆了好几天，我想他应该不敢了。还是他去便利店打工了？不如我们去便利店问一下。走吧。小飞今天有来上班吗？今天没有，
谢谢。怎么办啊？他一直不接电话，都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。你先别紧张，我们先等小飞回家，再问清楚。你回来了？你去了哪里啊？到现在才回来？跟朋友吃饭了。你跟朋友吃饭吃到那么晚，为什么一直都不接我的电话？你是不是交了什么坏朋友啊？整天跟他们去玩。姐，我交什么朋友是我的自由，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？我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跟你报告啊？你不用跟我报告，可是我是你的监护人，你总该告诉我你为什么翘课吧？学校跟我说了，如果你再继续翘课，就不让你拿奖学金了。不想继续念了。不念书？你不念书你要干什么？我花那么多心思那么多钱把你从马来西亚接过来新加坡，就是要让你有更好的未来，让你以后不用那么辛苦。这几年我一个人在新加坡工作，多么希望有个家人可以陪在我身边。当我知道你得了奖学金，可以来到新加坡念书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可是现在没想到，你过来之后，我们的关系会变得那么差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，什么不开心？你跟姐说啊。算了，是会明白的。Mr. Yu，Miss B 的医药报告拿到了。你猜的没错，他患上了肌肉萎缩症。什么时候诊断出来的？几个月前。这些呢就是我们的项目重点内容，请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石子一家的规模太小，由你们能开创这个全新的项目，有一种小刀锯大树的感觉。我担心大树没倒，小刀已经断了。我们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我在这行已经有好几年的经验，业绩在行内也是有口碑的。这是只此一家的第一个发展项目，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功夫，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投资风险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投资，你们将会是第一批的投资商，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们更高的投资回报率。那你有没有评估过，以你人力资源能不能负担这么大的项目？在开卖期间，虽然我们只此一家的 agent 人数不够，但是我们已经计划找其他的 agent 帮忙。对呀，我们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，这个项目一定会成功。如果你们担心投资风险，你可以考虑做小数额的投资。如果投入同样一笔资金，能够做短期内获利，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等待一个没把握的项目？慢走。你失败了。融资本来就是不容易的，不要气馁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投资商的。这是我特地托朋友从西湖带回来的龙井茶，你试试看。
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啊！你喝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一股甘甜的味道。对了，之前来看房子的 Mr. Chong， 他已经决定买下这间房子，我正在准备文件，很快就可以给你签名了。你办事的效率很快，找你买房子真的是明智之举。不过我今天找你来，不是要谈买房子的事。哦，那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有内幕消息，在玉朗一带有一块地皮要卖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玉朗区是政府接下来几年要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，很多发展商都抢着要。如果能抢先买到，那肯定能大赚一笔。那个卖家是我的朋友，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去跟你谈价钱的。可是我好像没有跟你提过我要投资地皮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啊？做你们这一行的，偶尔也会投资地皮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只是顺口问一下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真的是在找一块适合的地皮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有一个梦想，想成为一名发展商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？因为我小时候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吧。我小时候很穷，我跟我妈妈常常因为付不起租金被房东赶出来。我印象中，我们似乎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，那段日子真的过得很辛苦。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个心愿，想帮人家打造一个温馨的家。那你父亲呢？我不想提起他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跟我妈就不会过得那么苦了。没想到你有一段这样的童年，难为你了。没事吧？小飞呢？加油加油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哎呀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有受伤吗？没有。不要放弃。刚学骑脚车的时候跌倒是很正常的。我以前在学的时候啊，也跌过很多次。慢慢来，多多练习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的。你没事吧？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啊？你什么都不跟你姐说，她当然会关心你，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啊。你翘课就是为了要和吉娜见面。弟啊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有多少人想上大学都没有这个机会，你却不好好读书，好不容易才拿到奖学金，你却不珍惜。那个吉娜到底有什么好？你为了她连书都不读啊！你打工赚来的钱，
是不是都拿去搭上 Gina？弟，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你以为你这样做，Gina就会爱上你吗？他只是在利用你。他没有在利用我，Gina一直以来都把我当正常人。他和我打球、骑脚踏车，他从来不在乎我的手。你知道，每当我沮丧的时候，他都会来鼓励我。那你呢？你每次都不相信我，这个不行啊，那个不可以。你总是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到。从小到大，你一直照顾我，可是我和吉娜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我照顾她，我照顾她。你对我的保护和关心，只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。我真的受够了。哎，小飞，小飞。从小到大，我最疼的就是这个弟弟了。为了要让他读好的学校，有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我再辛苦都无所谓。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其实，你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小飞，是不是因为你感到内疚，想要弥补他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的手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也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小飞的手受伤只是一起意外，你不应该把责任全部都怪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要说你做错了什么，那就是你太呵护他了。小飞只想当一个正常人，没有人希望被别人看不起，特别是身边最重要的、最亲密的家人。这个公寓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层楼的装修风格设计都不同，让顾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心仪的单位。这个项目将采用智能科技，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住户有更好的居住体验。很好，我喜欢你的 idea， 也相信时下的年轻人会喜欢这套房子的设计，我愿意投资。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对你们有信心。那我马上把合约 email 给你，细节方面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我们再讨论。好，我们再联络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冒昧为句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项目的？听朋友说的。哦，请慢走。他是谁啊？终于有人投资我们的项目了。真的啊？多少？20万啊，那么少？200万。200，哇哦！终于有人赏识我们的计划。太好了，我们距离目标又接近了一步。
小姐，我现在要替你打麻醉针。终于回来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办？我怀孕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孩子又不是我的，你跑来找我干什么？不知道还可以找谁？你是用孩子留不住那个男人才跑来找我的吧？不是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。总之，这与我无关。安培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孩子是卢克斯的，你去找他。不过他现在惹上了官司，还有可能会坐牢。你要自为之吧。